这段疫情期间是最需要中央跟地方携手合作的时候。那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跟中央政府联合组成前进指挥所，感谢中央给我们的指导以及支援，在统一指挥、共同行动之下，我们迅速的要来解决问题。譬如说厨余的去化，我要特别感谢昨天行政院卓院长莅临台中。那院长昨天看了以后，也肯定联合指挥所的这个厨余处置明显的改善。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告，大家好。好，那所有的观众朋友，当然你会关心，今天在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就是对于花莲呢，所有的花莲风灾以后呢，所有的重建一切条例内容到底会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会这么顺利一切通过？昨天你看到很多马太安的部落的一些年轻人到了立法院外面，那当然担心的就是是不是要整体迁村所有这些问题。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那包括便当又是怎么一回事？真的有9000多万的便当吗？3万个便当吗？包括花莲县政府为什么直接出来说大家要澄清，没有这么一回事？到底事情是怎么样？大家关心的所有的灾后重建，当然现在全国最关心一件事情还是非洲猪瘟这一块。非洲猪瘟到底在未来大家看着11月6号，希望都没有任何一些其他的案例。那包括禁载禁运所有这些禁令可以解除以外，但是所有的过程。为什么在清销的过程？为什么包括3联单有这么多的一些疑云的这些东西？好，来创下，第一个最新的，那台中爆发了非洲猪瘟，国民党团院会提谴责案，谴责什么呢？中央怠忽职守。那这一块好，你说当然政治攻防是不是已经开始浮现了？国民党团要批中央，那当然你看到地方上面也有人直指说台中的农业局长、环保局长是不是该下台？那第一个，这个谴责案到底背后原因跟想法是什么？第二个，现在还在监控，希望不要有任何异常的一些状况。这些其实它不只是民生经济，在未来啦，不要讲未来，从今天开始，政治的味道早就已经弥漫满天了。讲到猪瘟的时候，我先讲昨天中午我真的非常感动。什么事？因为我回国之后，昨天中午跟同学聚会，然后桌子上有一盘松板猪，那一盘哇，那是我第一次回到台湾之后还吃到了猪肉，对不对？而且那一盘肉是我们所有同学吃的最快的一盘。终于吃到猪肉了。猪肉入口那一刻，一滴眼泪，一行清泪流下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猪肉可以变。你创下就是这样讲的啊？没有，我们礼拜3吃猪排便当，猪排三明治啊。我们礼拜3就吃跟那个猪肉不一样，猪排三明治，描述日本的美食节目嘛，吃太感动。是啊，为什么呢？大家就看，第一个监测期过半了嘛。OK， 对，11月6号以后，这一关大概可以过了。然后为什么可以过了？大家为什么心里觉得会比较安呢？因为目前看起来是局部性的一个状况嘛，在原发点没有扩散，就锁定在那，就锁定在那边嘛。那锁定在那边，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到你刚刚讲国民党的提案。如果说确确实实，如果进来，从境外，因为台湾本来没有嘛，一定有境外移入。当然，那境外移入如果有扩散，那中央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防御策略来讲，滩岸不能歼灭，总是有重层防御嘛。然后至少当你只是在台中无期那个原发点，然后滩岸可能是有人渗透进来。我们台湾常常渗透嘛，淡水河上是不是也渗透进来嘛？渗透进来，但是你有各种的重层主角。重层主角其实你会看到各县市没有爆发，目前为止没有出事，代表着重层决绝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外溢，那其实你今天要去谴责中央这件事情，坦白讲，对社会的说服力看起来是薄弱的。那但是这里面台中市政府就更难看了。那更难看到哪里呢？到今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已经多少天了？然后那时候不是讲清消了吧？那清消消毒了吗？就后面讲说，检出2个地方，对，还有病毒，然后还有病毒，还有猪瘟的这个，然后到最后呢，
化学兵进去了。农业部长已经讲说，那已经直接请求派化学兵进去做全面清消。对，这个清消要动到化学兵和生化部队的这个程度吗？那代表着，那你怎么是这7、8天的清消，你自己地方政府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你的人力会出状况。然后现在检调呢也在查，先是什么3年单的花市场的甲联也出问题，对不对？然后你那个厨余到底蒸煮为什么没有通报？也出问题，当然兽医已经4个人可以打麻将，那是网络上讲的。那到底兽医有几个？也搞这么多天，很多简单的事情，怎么会在台中市政府就变到这么的复杂，这么的困难？然后包含是现在检调要去查这个访视确认单哦，然后要去查这个访视确认单。这访视确认单为什么重要呢？如果你真的有访视，你真的有，你会看到就是里面呢。首先，第一个临床症状，里面讲的状况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当然最后面还开始谈到了是否有出入大陆，是否有非洲猪瘟的类似的一个疫情。对，那你访视单，讲得很奇怪，你到现在为止还要检调去查。今天回来的话，你相关的主管单位出了这样一个大事，晚上通通叫到市政府，今天晚上把资料都给我拿出来，就查清楚了嘛。所以为什么查到现在还要动用检调？变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这样平常你的管理在什么问题？那就回来了。你像现在开始，当然会政治攻防嘛。卢秀燕本来就很可能是2028代表国民党的人，那我要本来啦，但是现在他的几率越来越少了。那你当然会被完全检视，所以一定会完全攻防。可是这件事情呢，我们从现在来看，猪瘟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的心里大概觉得，大概。这件事情还是会过去，大家还是可以平安的。虽然可能要吃晚宰15天的猪肉，口感比较会变差一点，但是还是会过去。可是卢秀燕带领之下，用一般人讲的，你是不是猪团队？你是不是猪队友？你是不是猪队长？你的一个市政府这10天出了问题，已经不只是猪瘟，而是中间的所有过程里面，你的行政的能力。你的政府管理治理的私人，这个状况通通会变成是卢秀燕无人的印记。卢秀燕无人的印记一下去，你现在真的是台湾，如果真的没有扩散，你就是再怎么说是因为一定是境外移入，但是境外移入里面一定有缺口，可是后面当云林县、当屏东县、当桃园彰化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代表可能是蒸煮的过程，人家有落实嘛。然后人家有管理嘛，然后那个厨余的过程，人家有管理嘛，人家有处理嘛。那你台中市作为全国第2大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那你的市府团队这几天，其实大家已经对于猪瘟这件事情，慢慢的心中大概就慢慢定了。可是对于卢秀燕所带领的台中市政府，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且卢秀燕购物节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根本不清楚状况嘛，轻重缓急，任何一个施政的 first priority， 那就是领导者一个判断。你到现在还在购物节，还在弄这个，然后自己的状况弄不清楚，副市长出来一个又一个，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你这个大家会觉得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处理掉的事情，一个晚上就可以告诉大家真相的事情，你都搞到这么哩哩啦啦。所以是不是谁下台或不下台，那个东西都是后续的细节。可是一个大印记。卢秀燕的能力，卢秀燕的治理能力，卢秀燕连猪都管不好，还想选总统，这件事情会变成他背到2028都脱不掉的印记。小平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于台中市府，尤其是对于卢秀燕市长，因为他妈妈市长的形象一路以来是大家印象最深的。那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妈市长一定可以照顾好大家。在这一次这件事情，刚创价讲，会不会重创到卢秀燕市长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朱恩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能够让他过去。因为卢市长一直讲说，一定要把他锁在这个地方，中央地方合作。但等到这个朱恩的疫情过去以后，政治上的灾情这些，会不会才是接下来的一些检验？就像国民党今天提了所谓的谴责案，可是对卢市长，尤其你看这几天，包括像联合报，包括像中时、生活中广的一些的评论，也都提到的是，当下这个时候，是不是卢市长应该要震怒一下？尤其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农业局长出来讲的那个几次，我跟你讲，如果不是他讲了几次，大家还没有乱成这个样子，但越讲越乱的感觉。
环保局要不要在这过程也要担负一些的角色或者什么？我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在看说，一个市长在面临到这些的时候，有人说危机它有可能会是一个转机，但是要当断则断嘛。很多的时候，这些人当然不见得是在这个节骨眼。可是后面要不要展现这一块？这件事情当然当断则断，而且角色要转换啊，从温暖卢妈妈变成强悍的柴契尔夫人。因为妈妈一定见不得自己的家或者自己的孩子遭受到任何一件这样。现在如果朱温真的这样，某种程度就是这样的感觉、啊。他的形象爱民如子，那现在他不能爱他那个农业局长跟爱台中市民一样，当断则断，从卢妈妈变成柴契尔夫人，就是一个强悍的领导者。立刻就要换掉了，没有什么的。我的个人建议，个人的想法，为母则强，他完全没有。我没有。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有的说法，台中市，然后或蓝营的名嘴的说法，说等到他处理告一段落 ，no， 你觉得现在就该？我觉得他处理不好，而且他惹的祸太大。他惹两个祸，第一个就是你先下来，第一个大家有信心，你可以解决问题嘛，局长下来哈。那第二个，这个卢秀燕的总统之路哈。不是像林俊宪啊，来你这边扛收视率，卢秀燕的总统之路，你都局长扛不住啊，你害死他，什么不一样好不好？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嘛哈。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说，但啊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善了了，顺顺的就过去了，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然后我们再回到说，但啊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善了了，顺顺的就过去了，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因为现在到2028很久。第二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出一次麻疹也好因为他是人生胜利组嘛，长得好看嘛，然后家世好，然后当那个3台的主播，然后这个省议员对不对？然后当立委那么多届，然后当市长，只差没当总统对吧？好。然后其实一路顺遂，包含蒋万也是，也可以看看卢秀燕的借鉴，因为你们这两个不管前后任谁要选几年的总统啊，民进党不会放过你，出个麻疹身体有抗体不是坏事，但这次要顺利，要当断则断，要顺利度过。好，但小平，我问一下，会不会民进党？你可以想象，在2028的路上，民进党一定会不断的把这一次的事情的所有的这些，全部都会拿来。一定一路上往下讲嘛，民进党一定有做滚动式的民调，所以卢秀燕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一则一忧被打得很惨，一则一喜，我相信他民调还领先。到哪一天民进党不打卢秀燕，那就是就麻烦了，那才是大麻烦呐，你就表示民调掉了嘛哈。好，那现在呢？那时候大家你看卢秀燕最风光的时候，人生就起起伏伏，阴晴圆缺，你知道，就人有旦夕祸福，又有阴晴圆缺。你看哦，那时候选主席的时候，罗智强讲什么？罗智强讲说，这个我只要当选主席，等到卢秀燕要提名的时候，我就让给他做主席，还是当总统选，对吧？这是他讲的。后来有些变了，后来第二，那郑丽文讲说，卢秀燕选我就不选。那现在当选以后，郑丽文讲什么？郑丽文讲说，就是说这个他是不见得只有他，不是唯一，对，还有韩国瑜跟蒋万安，对对，那。不管 CK 杨或不管谁，搞不好心里想还有郑丽文呢，对不对？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所以总之形势变坏，坏的时候就要解决问题，然后要稳住，那心要静下来，然后积极的解决问题，然后心里宁静致远，这个只是出麻疹。以后还有什么天花祸乱，然后冷气机从楼上掉下来，什么事都有。你相信我，没有那么简单的选总统。民进党是一个对于攻防技术很精熟的政党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放过卢秀燕的。OK， 来娟文来直接回应一下。当然，民党不会放过卢秀燕，因为什么？可是我们就这件，台南应该也有一些养猪户。所以在处理的过程，看到这一次台中的这些处理的时候，然后尤其是我看媒体上面写，光进仔到现在损失大概80几亿，那还好这次如果能够真的守得住，那还好万幸。那怕的是万一有什么东西，而这所有这些，您自个儿在台南，你看着台南一些的模式，然后看着台中这一次出现的状况，包括处理的过程，然后包括大家一直在讲那个医生啦、疫调啦、什么所有这些，你自己的想法怎么样？第一个台湾4大养猪的地方，云林、彰化、屏东、台南第4，还有2个国民党执政，2个民进党执政。
那其中哦，台南大概养了60万头了啊，那其中云林彰化那个有100万头以上，台中只养8万头，养猪量非常少，竟然是破口之所在，竟然从台中开始。照理讲哦，那个地方市长应该是要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啦。那国民党反而政治操作，你看每天就中央的错了啊，我们这个有事就赖给清德嘛。今天国民党原本要在立法院通过谴责案，这次的猪瘟是谴责中央政府。我跟大家报告，所有的防疫第一线一定是地方啦。不管你是登革热啦，像这种任何，因为第一线才有兵嘛。而且这些产业都在地方，所以县市政府一定是第一线，你要按照过去所有的卫生检查条件去处理嘛。那这次台中发现了，就是他后续的处理，我想这几天大家讨论非常多嘛，这个简直乱七八糟。礼拜二28号，全国养猪协会他们很多人到立法院拜访各党团，国民党去啊，民进党也来。那我也有去参加了，他们说他们在来立法院的前1、2天还去台中出事的这个养猪场去现场看，结果发现现场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他们很生气了，现场还是乱七八糟，然后他们跟台中市政府的人谈到都生气了，可以说是这个完全没有进入状况。但没有关系大家赶快要大家还是赶快来做后续的捕获网，所以禁运禁宰嘛。那这段期间就会当然造成猪农的损失啦。比如说你猪虽然禁宰禁运，但你不能不给它吃。对啊，猪还是要长大。它每天的饲料钱很可怕嘞，大养猪场养几千的几万头那个很可怕。再来，我大概也提出。刚好那天我总执行，我也跟院长提出2点。我说如果15天后我们控制得很好，那这些到时候可以运送，可以屠宰，猪农会疯狂的把他手里面的猪要丢到市场来。那15天的话，一天台湾大概2万头啦，那你扣掉公休日，至少有25万至30万头的猪农一定迫不及待一次要进入市场。那台湾一天大概2万头。那你10几倍的量，而且每个猪农都迫不及待，希望赶快把它换成现金的话，那这个价格绝对会，可能这个价格，我请农委会，你要怎么去协助稳定，不能崩跌以外，那么多大量的猪肉，那你要怎么处理？有的你可能就是要用冷冻，就是你还是让它屠宰，只是你变成用冷冻的形式等等，一定要预做准备。那第2个就是趁这个机会了。刚好去改善养猪的那个环境。台南市已经宣布，不管这次疫情如何了，疫情过以后，台南市也宣布禁止用厨余来养猪了。那主要因为台南有一个大概全国很少数的厨余的发酵厂就是你厨余，咱讲厨余是打的嘛，你去发酵厂开门都打那是经过已经的一定的工法。它变成安全卫生，要用那个去养猪。那照理讲，这种发酵厂，当时的计划也是全国地方要盖嘛。可是盖这种厂民众会反弹。后来推得不好了，因为其实厨余最大的困难在哪里？运送。厨余是从很多地方收集的嘛。对。那你要运送到那个处理厂，这不是那么容易。前2天不是还有一个在台中市区跑的那个运送厨余的那个车没有盖？光这件事情就把大家又吓了个半天，然后也说要开罚嘛。对啊，你不可能让他这样满街到处跑。那像台中把厨余埋成一个山谷，这个倒是很少见啦。所以你看台南有526个养猪场，目前检查是全面正常，但是它有一项是严重影响到民生问题。就是台南上好这个点心店就拢休困这阿明低心啦福星啊肉色饭，有选市长之路的感觉。这是很多人民生日常。有人专门跑台南去吃，大家拢爱吃的这点心的那这个附带就影响什么？观光观光可能就影响到旅馆。这个是整体的一个产业。台湾养猪业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国人有90%，我们吃的猪肉是本土猪肉，所以我们也
呼吁所有的养猪农啊，所有的这些产业哈，大家要共体时艰。政府也提出相对的很多的纾困方案嘛。你想8点，菜企业8点，就嘛无8人买啊。那很多家庭主妇，你看猪肉是我们几乎是每天必食用的肉类嘛。那有人都吃到流泪啊！2礼拜没人吃，你看嘛。那这几天被迫你只能吃进口的。进口的大概2档啊。加拿大是最多，那加拿大那个不好吃啊。美国没有人在吃那种冷冻猪肉，要么你就吃什么1:1那个，那贵，就是变得很贵的嘛。所以啊，赶快啦！刚才希望不要想象这些东西啊。这个猪肉没有回来啊，我们一天就没有办法恢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OK， 好了，那小平说他刚刚那个军委员有要选市长，要置入那个，就感觉还有很多嘛，感觉在你节目先讲这句，回去台南成立百工百业。对。你这是有政治现实，他会有猪农后援会啊。然后我在那边讲这个，然后林俊杰回去以后说啊，那个猪农第一线照顾，第二线照顾啊那些挖柜啊什么，那再来就是百工百业，那不是？那我们讲，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像彰化霸丸啦，还有哪一些猪肉的这几天的霸丸控霸崩？台南最严重嘛。OK， 台中的霸丸也很，他们猪肉小，还有高雄太厉害，还有高雄的OK， 可是这整件事情如果到现在，今天已经是10月31了，已经到10月最后一天了。来，青华，这就是大家，尤其财经专家来117，然后再来的数字117，然后87、78，然后一直到现在3连单5头3头。然后那2头呢？然后厨余所有的，刚才俊雄也特别提到厨余的那个处理模式。那当然，卢建市长也讲说，现在12个已经变成3个嘛。对，因为接下来那当然因为那是紧急措施的之一。可是大家还是会去看，包括连那个厨余厂那个覆土那个土的品质也有被抓，要不要退？所有这些是大家在质疑，在处理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对，这个因为这个台中市政府在处理的过程里面真的太多地方让人家不得不吐槽啦。那为什么不得不吐槽是我光举几件简单的事情。刚刚这2天刚好在提一件事情数字为什么会都不拢？这数字都不拢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这一些要处理台中那个养殖场的这些猪只的尸体啦，要送到化制厂去。那送到化制厂，我们给大家看它会有基本的3连单嘛。那这基本的3连单，它分3个部分，甲连是给化制厂的，乙连是给云林县的冻房所的，丙连是畜牧场，就那个养猪场自己留的。所以你会发现就1式3份开出去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就在这事情里面呢，各位，我们第一时间这个上个礼拜知道说，这个应该是117只啦，就是说等到说到10月20号的那一天，已经死了117头猪。好，这个讯息呢妙在这个地方，各位，经过1个礼拜之后呢，竟然告诉我们大家说，这117的数字呢变成78。这个讯息呢妙在这个地方，各位，经过1个礼拜之后呢，竟然告诉我们大家说，这117的数字呢变成78变成78这件事情，在之前还丢了一个数字叫116。那这个变化有趣在说，不是这3连单5个，我们正常的认知觉得说，那你如果117只有变化的话，那你应该是3个连单一起改嘛，因为3方都要知道嘛。结果呢，现在看到的状况是什么呢？是台中市政府也承认说，这改的是在甲连这一端也就是各位你看到这3张3连单呢，改的是甲连这一单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奇怪你应该如果是正确的资讯，那你应该告诉云林县的冻房所嘛，再怎么样，它是有公权力的机关嘛。那再怎么样，告诉这个养猪场，告诉他说你的数量算错了，这也是应该的嘛。结果你知道这里面最矛盾的地方在这里，各位，矛盾的地方在于说，新闻的叙述一方面告诉我们大家说，数字之所以会有更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养猪的老农呢记忆记错了，所以呢上午送去化制厂呢，这个有一批猪只这个处理掉了之后呢，就数字写上去了，到了下午。又发现又有一批猪只呢，再送进去，然后再去改一次数字。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五哥，请问一下，这个用最基本的这个卡塔乌去想用膝盖去想这应该是加法吧？那也就是说，照理说，如果按照他们这个讲法是对的话，
丙年是往上堆加的嘛，那照理说丙年的数字应该是增加的嘛。那换言之，如果老翁一开始讲的是117的话，那最后丙年的数字按照这个叙述应该是比117更高，不会是从117缩水成78，而事实上丙年也没有缩水，因为丙年没有变。目前听到是甲年这边有变。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呢。那如果是老翁这一端，因为他送去数量他记不住，所以上午送一批是一个数字，下午送一批是一个数字，那加到最后会有变化最多次应该是丙年这一单啊，怎么到最后出现的是更动的是甲年这一单，这是让大家不可思议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台中市政府记者会，台中市政府记者会呢，包括今天上午再回答大家一次关于数量的问题哦。台中市的回答方式是告诉大家说这个送到化制厂的呢，这个都有清点过，所以数字一定是精准的。所以它这个78这个数字呢是精准的数字。那问题是这个讲法如果是对的话，那请问一开始的117怎么来的？你讲的现在你们自己也承认是甲年上面的变化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数字都弄不清楚，而且为什么是甲年上的变化还是丙年上的变化？这件事情让大家看了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再来这边你听了已经觉得很夸张了，然后呢？数字我们刚刚讲的是上午下午送的数字不一样，所以导致到最后数字要做修正。这个总是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吧？这个总是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吧？甲年跟乙年的数字呢，给化制厂的甲年在114年10月12号的时候，因为10月10号是出事的开始嘛，10月14号的时候台中市政府的人才有介入嘛，结果114年10月12号的时候呢，送到化制厂去甲年的资料啦，写中猪有3头啦，大猪有2头啦。结果乙年的资料，这个是给云林县动防所的我就不懂了。这个照理说在腾的时候，1式2份，1式3份，这腾的应该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怎么到最后的资料里面，到了乙年这一边是写中猪5头，大猪2头啦？也就是说呢，这里面数量不对啊，因为前面甲年的部分是这个5头。乙年的部分加起来是7头啦，然后连实际上中猪跟大猪的头数都不对。那请问一下，这是一开始就腾错了，还是后面有人修改了过后才腾错了？这数字会不对这件事情1式3份，1式2份，这挑战我们对于这件事的逻辑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台中市政府在过程中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用行政疏失来形容了啦，这是连犯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犯的错来形容啦，因为这个是说它是低级错误，是真的很低级的错误，但它究竟背后有没有为了掩盖什么而犯这个错？这其实你没办法排除嘛，所以我们才说这叫做不知道为了什么犯了错。好，这部分还是数字上的错误坦白说，如果都是围绕在这养殖场里面，好了，数字算不清楚，只要没有外扩，大家都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大家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刚刚是在讲养猪场这个数字是你有没有把整个猪只的问题外扩到其他地方的问题啦？什么意思？这个图吓到很多人空拍的画面，厨余坑的画面，在拍关于台中雾峰掩埋场的画面这个雾峰掩埋场被大家发现说，这个厨余坑的位置呢，它的这个网友戏称叫做堰塞湖的厨余水溢流事件这个厨余水溢流呢，溢流到有2端呢，我往它的这个图的部分这边是它溢流的方向，其实这边还有个溢流的方向，它其实分2个方向都出现溢流的状况了。那各位在看这溢流状况，你直觉想到2件事，第一个，哇，那这厨余坑，你们这个覆盖土的状况竟然可以没有处理好，让它厨余水溢到外面去，会不会造成其他的环境污染？然后第二个，这些制造出来的环境污染，各位它的成分是什么？厨余呢？它不会滋生其他的细菌病媒蚊的存在如果滋生其他细菌病媒蚊的话，那住在雾峰旁边是南投的草屯住在这周边的居民不是倒大霉了吗？这是第2点那第3点我给各位看它的地点为什么敏感？它的地点我给大家看上面这边是雾峰掩埋场下面这一条叫乌溪啦，也就是说它的水这样子厨余水往下排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溢到乌溪里面来，影响到乌溪啦？那为什么讲乌溪这件事情重要？是因为乌溪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鸟嘴潭的地方啦，鸟嘴潭这边有一个这个处理水的地方呢，它是供应给南投这边的用水来源所以呢，乌溪的水如果受影响的话，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鸟嘴潭的水的问题嘛？所以等于说这一带是连带影响在一起的，也就是台中市政府如果没有把这个厨余水的问题解释好跟处理好的话，这影响的不是只有台中市的问题，这有可能影响到南投的饮用水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叫做草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环境是一个影响，饮水用的问题是一个影响。这些东西，各位，这些东西是台中市政府在行政上，还有在行政处理的时候考虑后果上，
让大家发现你很多事是不是没有想清楚你就做了，这让大家回想到什么事情？回想到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是不是还在争执说这些猪只的尸体是要用火化的，还是用掩埋的方式处理？这个逻辑几乎如出一辙呢，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呢。尚控，请问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在台中这件事情跟花莲大家拿来做比较，会是因为中央跟地方同时都出现。OK， 这个也是大家会拿来去做，包括中央跟地方做比较。这个也是大家在讨论说，对于整个台中市府对卢秀燕市长他下面的局处所有的首长，在面对这些的应对的时候，一定要螺丝要再绷紧，因为大家检视的时候。毕竟政党不同嘛，大家一定会拿做这些这样比较。刚刚讲说，连那个厨余桶要不要加盖，那这要不要加盖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讲说要请示中央？不知道会不会是你们大家一天到晚都讲说地方什么的，没关系啊，我都问中央，这你们大家总不会再骂我了吧？可是有很多事情不是都要问完中央才能处理啊。那像这样也是要展现某种能力，或是整个应变的这个时候啊。不要讲购物节啊，讲什么什么这些，这某种程度在应对这些的时候，对台中市府你自己看，一直从，我也不知道大家讲所谓的那个案发到现在，那个案发到底是确定是叫哪一天？可是至少你说从大概20号左右，一直到现在，您自己看过这么多国内大家面临的，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到疫情嘛？不管是我们讲我们人的疫情，或是从以前猪的口蹄疫的所有这些。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您这个觉得到目前为止，对台中来讲的话，那最该检讨会在哪？我觉得最该检讨的，就整个市政府都该检讨啊。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今天讲一句最白，疫调，结果中央要派10人小组下去疫调，消毒2次，中央要派国军化学兵下去，啊，厨余现在。环境那个环境署，他要派人下去。厨余又是中央要下去了，疫调中央要下去协助，消毒国防兵。请问你这3件事不是最重要的事吗？那你回过头来，从9月22号一直到今天，你能感觉是，台中市政府是听到什么讲什么，想到什么做什么，就。他有一个计划嘛？就我一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的那一个整套的东西有吗？没有。你看到经常看到就是农业局环保局卫生局一直出来跟你开记者会，一直跟你开记者会，然后你听到的呢，就是每次听完就一个问号，听完就一个问号，听完就一个问号，然后你3大局处出来了。但是你的讲的话会让人家信服吗？结果到事后的事情，你就看到消毒啦、什么疫调啦、厨余处理问题，全部要中央下去。那你就变成，我觉得你就看花莲跟朱恩的事情。花莲纪连成协调官下去，现在陈进俊不在的时候，就是杜文珍就那么。然后防疫署署长下去，然后陈时中监督等等，就摆在那边，2个就是一个对比。那当然最纳闷的一件事我们历经了新冠，我们在疫调上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才对。什么人坐了什么车，到了几号公车怎么样？我们经常不是对吧？光一个那种什么新北的狮子王到了那个西门町万华，哇，那个衰成什么样子啊？当时卢秀燕不是市长吗？他是吧？他是吧？然后疫调的事情不是你只要回来这边，我诊断室，然后我要疫调的时候，可能都要通知，那个台南市政府，我们这一个有去你们台南去了哪些地方？他们那边又开始了，不是这样吗？那今天疫调，这一个养殖场里面，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有多少车进入？多少车的路线在哪里？往哪里走？然后有多少什么？完全没有一个详细的东西。多
多少车的车路线在哪里，往哪里走，然后有多少什么，完全没有一个详细的东西。就说疫调，疫调经常都是回溯的，它还不是未发生哦，它回溯哦。那你事件发生了，你回溯调查也做不好，然后你的清消2次依然有病毒。你的厨余处理一变再变，9啦、12啦、9啦、4啊、3啦，一变再变，那就告诉大家，你从22号开始到今天为止，你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应变计划，你没有一个卢秀燕所主导的台中市政府的任务编组里面去拟定一个我要怎么做的计划。上哥会不会出现一个状况是，当然第一个，为什么会处理成这样？你说包括像消毒、圣货药油、化学兵，就是地方跟中央的能量本来就不同。可是如果地方觉得我真的没有，因为很难想象300头猪的一个养猪场。可是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能量不足，在我所有计划里头，我是不是因为中央地方既然要合作，我就应该直接跟中央说，我必须要，就像花莲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如果光复就整个灾区太大，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地方你可不可以一定要跟中央讲说，我需要国军的支援，我一定要派兵。也就是说，在我的计划里面，是不是应该这样？能量当然不同，可是应该把这考虑进去嘛。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讲的，会不会是？虽然我也很难想象这一段。台中的农业局或是就地方局处，对于这些事一开始发生以后也轻忽掉了。虽然我很难想象，因为非洲猪瘟那个产值的影响跟那所有东西，因为我们不是没有经验，前面对嘛？前面大家把所有这些东西要守成这个样，理论上他们这个专业的人是最在乎这个才对。如果一觉得可能是这个，那整个应该是跳起来的那种。但是如果跳起来，那就不应该会是处理上像您讲的会是这样一个状况啊。我就觉得第一件事情，当你们下去问的时候，我们当初查疫情的时候，新冠疫情在疫调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隐匿。对啊，隐匿。对啊，每个人都会怕嘛。对，我会怕你隐匿你的行踪嘛，隐匿什么嘛。所以到最后都研发那个软体，从你的手机里面，你不管关机什么，我都可以追得到你的手机到底走过哪些地方嘛，哈，对嘛？怕的是隐匿嘛，对，因为人的本性有可能会。那你第一次下去问的时候，你都没有想过养殖场隐匿的有没有隐匿的问题嘛？这第一个嘛，好，第二个，你不知道他的合约特约兽医师是谁吗？你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你当时的状况吗？然后后面又来了王姓兽医所，你会一变再变，等于你也没有联络他们去询问状况嘛？你为什么会来申报？你13号为什么会通知我？你有没有到现场？怎么这样？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光兽医师这个一变再变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事后连去问兽医师都没问，完全没问。然后你的记者赖姓记者跟你的齐姓兽医师讲白一点话，这是你动保处的人呢。对啊，结果你到最后你动保处去了什么人，到最后第一时间你也说不清楚你说这个市政府有螺丝吗？不有螺丝嘛？你动保处你自己连派去的人是哪些医师干什么？你的出勤单什么？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可以调出来的吗？那第一时间有吗？第一时间完全没有赖姓记者，完全没有齐姓医师兽医师你说你这样的一个市政府，说你无能也好，说你失能也好。就你的农业局的局长，你动保处处长，你的卫生局局长，你的环保局局长，你现在跟我说专业，我相信吗？我相信吗？你已经到达说你的专业，
我都无法相信的时候， OK 你说他们应不应该最了解状态？理论上他们是应该，但问题出在，我就说你们每次都是这一个或两个或3个出来开记者会，好，都是你们开 OK 开到副市长督导的是学外交的，后面没有督导的会出来扛陈肇兴，他没有督导农业局，那就最简单一件事，你最高的行政首长，你们到底你说有开过专案会议，但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专案会议到底在开什么？然后你事件发生以后，你就看到他后续的处理，不是说你出来讲话而已哦。OK， 你从消毒疫调一直到除云，一直到什么一路下来，你让人民看到的是你的错，从9月22号之前的错，到之后的错，全部都在累加。然后你就看到花莲，为什么那一对夫妻走在花莲，只要去看灾民都被骂？那你现在花莲那个台中市讲什么，全国都在骂。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一点跟花莲的状态相同。如果这样看的话，但东好，你看到为什么国民党团会提所谓的谴责案，中央啊什么，他们讲法就你前面没破口，后面怎么会进得来这些？然后呢，你们天天在检讨什么掩埋场，然后包括那个所有的覆土什么那些问题，你们不好好看看到底那些源头人，因为这还是有可能破口会进来啊，或什么？就你如果不断根断源。干嘛老是检讨这些好地方有没有？地方当然有，是蓝有很多的朋友会不断的提醒你，你们要去看一下那一块啊。这个地方包括台中市府也跟你讲说，我都提交了600页的报告了。那这些东西你们还要再检讨一些什么？目前中央地方合作无间，才能够阻绝这个病毒啊。对啊，理论上是要中央地方合作了。我那么讲，陈时中他们左荣泰都没有落井下石哈，都没有落井下石哈，是我们在检讨，因为台中市政府。不晓得是他连续爆头，至少超过4次，那人就保送了，就已经保送。如果是职棒的话，已经几亿分回来了。先不要先讲啊，那个边境防守会不会漏接？一定会漏接。你守得住第1年，你守住了第2年吗？你守得住3年，你守得住10年吗？总会有漏接的时候啊。一个暑假多少人去东南亚？一个暑假多少人去中国？多少人出去玩嘛？你有没有可能每一个都检查到嘛？跟它随着时间久了之后，边境这一块心态会被松懈。边境管理当然应该被检讨啊。可是为什么边境管理在这一次你会觉得被检讨起来的那个声量或者共鸣度不高？因为台中市政府太会抢戏哦，他抢戏到什么程度？对，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中间处理上出现这些，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精神跟时间要去问说，那边境管理嘛？因为这几天还是有一些声音，包括不管邮包啦，包括入出境啦。可是因为台中有太多，因为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一个政论节目也不过这么2小时。当你把戏都抢完以后，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要去看那一块了。当然啦、我举那个刚才新黄有讲的这个哈。这个是卢秀燕那个陪那个左荣泰去视察的，那个一个垃圾掩埋场，雾峰在雾峰那，他这个地方哈，在当地叫做象鼻坑，你知道，然后那个时代力量他台中的执行长就拍了一个空拍图嘛，这个你会看到下面这张图有一个引水口，对，引水口做什么的？就是民生用水要用的嘛，这条溪叫乌溪。刚才新闻讲，对面有一个鸟嘴潭，那个是台湾最大的人工湖。那个人工湖是大概7、8月吧，我们花了200亿弄好的，蓄水。它做什么用的？不是南投啊，不是南投而已、草屯一部分供应草屯的用水，可是呢，有很大一部分是要解决哪里？在乌溪再往下面的彰化啦，所以那个人工湖的预盖的服务人口是100万的，100万人口加彰化
100万人口，就是南投加那个。好，那当然呢，因为隔个乌溪那边的污水当然不会过来，可是这个引水口是台中要用的，你那时候选在这个位置。下面这个图很清楚啊，因为它就是乌溪嘛，引水口在这里嘛，那个一下雨，你干嘛？这很容易溢流过来嘛，因为你知道离乌溪没有很远嘛，你在空拍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嘛，那你怎么会选这个地方？好，那选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们讲爆头哈？原来先不讲2028，因为2028的变数还很多，你要用现在的卢秀燕去讲2028，我觉得都言之过早。可是可以谈2026。以国民党的2026的状况来讲，国民党是兵强马壮。那卢秀燕呢？我们都知道，她就要卸任啊。明年的卢秀燕是不是辅选的一大利器？但是你如果把那个楚瑜坑选在这个位置，江启臣要怎么帮卢秀燕辩护？你如果把那个楚瑜坑选在这个位置，江启臣要怎么帮卢秀燕辩护？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他的臭味飘到对面的鸟嘴潭，鸟嘴潭那个人工湖现在同时也慢慢变成一个观光景点。草屯的人或者外来的人在那边会闻到一个臭味，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当卢秀燕到了南投去帮许淑华站台的时候，如果有人吐这一题的时候，那怎么办？可是好歹许淑华是要选连任的哦，他本身基础够强啊。下游的那个彰化县明年是要交接的哦，是要选新的县长了。你这不会影响到彰化吗？或者就算不影响，以卢秀燕的市政府的团队最近搞成这个样子，他去帮彰化的国民党的县长候选人站台的时候，一定是用卢秀燕的光环要去加持彰化国民党的候选人。当然，那当你想到卢秀燕在非洲猪瘟这个事情的处理的过程当中，她加持了起来嘛？卢秀燕本来是有光环的，卢秀燕过去那个形象是什么？一洗白衬衫，对不对？然后永远面带微笑，不攻击，很温和，所以你才有办法形塑说一个叫卢妈妈的人设嘛。不管你支持她反对她，至少卢妈妈这3个字在社会有共鸣。好，那现在在卢妈妈这个人设、这个社会、这个政治形象、这个光环，在经过了非洲猪瘟的这个震撼之后，他还剩下多少？卢秀燕是受伤的，他明年还是那个超级数选员嘛？因为国民党在这种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大咖嘛。那像蒋万安他们各自都有要选自己的连任。某一个角度来讲，也许搞不好明年是蒋万安的光环会超过卢秀燕。就辅选效果来讲。当然，政治卢秀燕辅选效果是辅选了林信宪。你这样创下就会去这样酸卢秀燕。那问题就回过头来，你就会看到，我跟你说连续爆头，从农业局局长，从环保局局长，从他的卫生局局长，然后你那个厨余坑要覆盖土，那个土也覆盖的不好，他的建设局局长也是4个局助手，而且这4个局长都是一般人生活上能够接触到耳熟能详的人。就他有队伍嘛。那如果卢秀燕没有队伍，或者他遇到难题，就说他只能打顺风球，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处理能力的，事问中央，那这个内伤就很麻烦。小平要不要回应一下？这对你们2026有直接冲击吗？这么大？简单，先不要讲2026，这个事情要先善了。那不善了当然，我觉得应该陈时中讲可以清零啊。我觉得我们也有信心啊。我们不论党派，不论2026难选好选，这个2000亿的产值不能有动摇，这是第一句话嘛。第二句话，这个他现在
就是当然受伤。那我们希望把卢秀燕控制到受伤到最低程度，然后复原的期间变短，因为选举只剩1年啊，是明年的11月底20几号嘛哈。刚刚这个大家有聊到了哈，这个东豪姐特别讲到，就是那是不是蒋万安比卢秀燕还更有那个站台的光环？就是会不会竞相邀约了哈？我的看法啦。蒋万安跟卢秀燕其实除了他们感情紧密以外，蒋万在想什么？蒋万安想的是卢秀燕做完8年以后，他想接那个总统。你现在不可能叫他去选总统嘛，蒋万安。所以我跟你讲他们两个，我认为是生命共同体。第一个意识形态相近，第二个姐弟情深，第三个政治的利益是马扎是绑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应该适时的做我们这些支持卢秀燕的议员，我跟他也有一点小私交。我觉得应该稳住我们最大的公约数，至少是目前，以及意识形态中华民国派的卢秀燕，以及少主以后第3个蒋总统，这个是一窝人，应该这个时候应该稳住。可是当这里文出来讲说，2028其实国民党还有好几位把蒋万安也摆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某种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这本来就是卢妈一个角色，选上就不一样嘛，对不对？这正常了，对不对？就是他当选了主席之前，主席有各种的政策话语啊等等，任何人选主席。然后这个希望当选主席，当选主席以后，主席还是有提名权嘛，变成主席我有提名权，然后我即使我跟以前讲的话说，我就唯一支持卢秀燕，不管哪个主席候选人，那选上以后，这个话也要收回半句，因为他是主席，他必须要公正嘛。我这样我回到，就万一有人要选，他也要变成公正，他也变大只了嘛。那甚至我讲过，西克阳这些人说不定还这样扶郑丽文选总统都。人选上的位置，那主席真的很大的位置，好，所以呢，我觉得卢秀燕这个时候是真的是内忧外患了。但第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台中市赶快解决掉。不过当然，你说这朱文大家都希望能够青年能够守在这个地方，那千万不要再有任何其他一些的状况。那除了刚刚为什么要请教上光的时候，台中跟花莲这一阵子出现的这些事情。会不会跟包括赖清德这种最近的一些民调或民进党的民调跟国民党的民调之间消长之间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关系？因为大家在9月份的时候，从923以后一直到10月中以前，应该大家所有的心思都在花莲光复这个地方，到底该怎么样？包括灾后重建啊，包括你看到过程当中多少的一些各种超人，大家一起下去帮忙，所有这些。那今天最新的讯息，来，军政委，那特别条例过关。这过关，而且本来是讲，如果是蓝营这个条例本来是200亿，现在讲上限调到300亿，那上限调300亿以外，但是跟当时我记得当时是在大家是台风的时候，你那时候有主动提说那个包括风灾的条例嘛，因为那时候包括南部的受灾非常严重，这次没有用那个条例呢，而是另外在做了这个条例，而这2项你昨天看到有马太安的部落的一些的青年人直接上来做一些的担心。现在这整个条例今天已经3读了，也就是就这样过了。那还有中间过程确实还有大家疑虑的那些点吗？第一个，当然我们希望这些钱都能够花在灾民的身上，当然，而且是该花的时候再用。那为什么大家会有疑虑？为什么别的地方如果今天假设是不幸的灾难是在别的地方，大家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担心。就是因为傅昆萁夫妇，对他们过去啊。在处理这种灾难的善款啊，可以说是哎呦，那个前科累累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灾害，但事后我记得好像还办一个300桌的感恩餐会，大吃大喝，台南市这一次也办0206大地震，0206大地震啊，办叫办300几的，对，你是来庆祝还是请条卡？这个，大家都会觉得你钱乱花嘛，或者是说他把善款，然后就特别补助，跟傅昆萁友好的一些产业，就那大理石啊上，那时候也都是被媒体报得很大嘛，所以这一次啊，我们希望真的就花在灾民身上，不要再去乱买便当，你为什么大家质疑？其实你买便当如果是必要的，那当然了，那一定是要过程一定需要。人有迄个义组团，那么去主编钱你无来，你甲赶走，然后开很侪钱去买便当，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好像写9000多万，
哦，他有解释说的是，等一下清黄这个数字再算一次给大家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现在说，我写那个数字不代表就是那个数字，我也不知道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可信度的问题。那今天因为这个是要给灾民的，我想另外的党团大家哈，我也是提心吊胆之下按赞成了我们就因为你们也不好打。不是这个一定不会打嘛，所有为了灾民党也没有用，对嘛？对了，人数也不够，而且为了灾民，你可以想象这个条例一定会过嘛？基本上是没有表决啦，就是党团都没意见 ，OK， 就念一念就过。但是后续的执行，我觉得行政院也可以负起一些监督的责任。因为钱不是直接一笔都到地方嘛，你也是看一下。可是不是花莲县政府执行吗？对啊，是他执行没有，中央也有执行机关。对，它是分2部分。它有分很多部分的哈，有的是直接给灾民，有的是破坏了基础建设的重建，等等有很多。那我们可以看出了哈，其实基本上这么一笔钱能够在各党团都没有意见，就是大家体恤灾民救灾的必要性。那为什么社会又有很多的质疑？我认为也是因为傅昆萁的问题。就你们过去曾经发生过那些那么难看的事，拜托不要再发生。那这个第一个必须要靠社会的监督。那中央政府当然也有一定的前置的能力啦。我们希望这笔钱，而且不是300亿就你全部要花掉。就是你实报实支上限300亿，只是一个上限那你实际报。后来能够执行多少？我说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救灾工作能够顺利。OK，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因为对很多在花莲当地，你住在那个地方，然后生育司、长育司的所有的一些的花莲人，大家讲最在乎的就是你会不会要我迁村，你会不会要我所有的这些。那这个条款，那后来是拿掉。那拿掉，那当然要尊重那原住民所有的自治条例里面所有相关一些规定。当然这个拿掉就顺应了大家的一些的想法。可是，在过程当中这2天吵得最凶的，清黄，来，财经专家、数字专家，便当这件事情，为什么数字会落差这么大？然后有人说是9000多万，那一天要吃掉3万便当，花莲政府就出来跟你讲说，你们不要乱讲，我哪有是这样，我只有4000多万，而且这是开口契约，你们要看清楚所有这些剩货已经讲到，再乱讲我就告你。对这个便当的数字从这花莲这次的灾情救灾开始啦，其实一直都是争议之所在啦。那为什么是争议之所在？因为即便连花莲县政府今天所发出来的澄清的新闻稿，坦白说呢，他也是点出了问题之所在。什么意思呢？他今天花莲县政府面对外界在说因为花莲县议员胡仁顺呢抛了出来说，你们怎么会9月23号到10月20号这28天呢，县政府要花9166万，然后再采购便当了。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引起争议？是因为前面便当的数量就是不够嘛。我所谓的前面指的是什么时候？是9月30号各位，9月23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如果不是看到花莲县的救灾量能很有问题，连便当都有问题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铲子超人跟义组团的出现嘛？所以9月30号的时候，当时有义组团进驻了之后，9月30号到10月11号这段时间，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那几乎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大量的涌入在那个地方，这个义组团提供便当，然后教会提供便当来自4面8方，所以什么都有。所以当时花莲县政府有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去提供便当的？其实没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好，那在第二个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就是为什么花莲县政府呢今天的这个回应大家质询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像这个花莲县议员胡仁顺，他这边抛出来的金额是9166万7040块，然后呢这个数字这个花莲县政府今天说，我们这个金额呢，实际执行的是4092万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用到9000多万这么多啦。然后呢，他还告诉大家说，我们是开口合约，也就是有多少需求就做多少，然后再核销多少的预算。但是其实为什么我说它刚好凸显出这个当时花莲县政府自己不足之处啦？第一个，你这个金额会没办法用满整个开口合约，就是因为很多是由民间去补足了嘛。因为最急最需要那段时间你补不进去啊，然后都是民间来补足啊，所以等你进来的时候，对不起，那个已经是后面的时间了，最高峰时间已经过了。然后第二个，花莲县政府呢这个回的资料里面呢还告诉大家说，这个救灾人员每天便当需求量是3000个啦，然后呢
初期大量志工涌入，连假会破万人。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救灾协调官啊，这个季将军就告诉大家说，其实巅峰的时候是破3万人啦。巅峰的时候是破3万人，不是破万人而已啦。那换言之，花莲县政府呢，你连最高峰的时候便当需求你都没有预估到啦，反而是总协调官那一边，他在整合整个物力的资源的时候，他反而有注意到这个状况。所以花莲县政府去估的这个金额跟数字呢，估出来到底有没有道理，这是一件很值得打上问号的事情。因为这个预算呢，如果按照胡仁顺的讲法啊，这花莲县议员的讲法。这个预算是10月22号决标的紧急采购便当经费呢。那换言之，整个救灾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救到差不多一个段落了？但是呢，这个今天的日期呢是10月31号，这个是1个礼拜前10月22号决标的便当采购预算。请问他有办法回应当初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这段时间的真实的便当需求吗？没有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数字当它刊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你这里面估的数字看起来很有问题，因为分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这个以我自己所知道的义组团的部分哦，初期义组团是真的能够负荷这个一天5000个到6000个便当数量，他们煮得出来哦。OK， 煮得出来，但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时间出现了鬼打墙的状况，什么意思呢？花莲县政府呢想要这个时间发现便当提供不够会被骂，他们要提供便当。结果呢，这个当时如果你有印象的话，还一度阻挡要这些义组团不让你们这个去提供便当，不让你们发便当，就造成一段时间的混乱。结果义组团这里有便当的资源，花莲县政府也想要便当的资源，然后呢，吉安乡那边说我也可以提供便当的资源。突然一堆人要提供便当资源跳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突然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呢，提供便当的义组团到最后便当呢不但没有送出去，而且摆到直接变超生。请问一下，这是正常的状况吗？就是呢，提供便当的义组团到最后便当呢不但没有送出去，而且摆到直接变超生。请问一下，这是正常的状况吗？所以等于在初期造成的那些便当的乱象，这个是花莲县政府是自己都无法处理的状况。但是许多便当你去看有多少志工现在在脸书上面在讲，他吃的便当从头到尾没有吃到花莲县政府的，吃的不是就是义组团的，有的人说他吃到就是教会的，有的吃到是其他义工拿过来提供给他的。这些状况都告诉你一件事情呢，我都不知道这即便是花莲县政府自己说的这4092万，这个便当有没有全部都发出去呢？因为上次在网络上因为我已经讲了2次，在节目上面告诉花莲县政府你们要回应大家。网络上有一段的画面是，这个明明是傍晚的场景就一片黑的场景，然后呢有花莲县的公务员呢，他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吃午餐的便当，一片黑的场景，然后告诉大家吃午餐的便当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午餐的便当放到中午去吗？放到中午放到晚上去吗？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件事情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啦。所以这也是让大家发现说，花莲县的这个便当发放效率之间，你有没有跟民间去做整合，还是造成了更多的浪费嘛？所以今天我反而不是要跟花莲县政府去争执说，这个要不要相信你这4092万，你没有花到9166万，不是。而是过程中你有多少的浪费，然后在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猜说，以你们花莲县政府供应的便当状况来讲，前面需求都没有满足到啊，不但没有满足到，而且呢，看起来你这后面的这个厂商，大家当时在帮他算一件事情呢，真的网络上有开自助餐的这个网友在帮花莲县政府说，你们所承诺要提供的便当数量，你要从花莲市跟吉安乡的自助便当商里面直接调过来要供应，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嘛？然后呢，数量能不能到得了？然后食物有没有办法维持新鲜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呢引起网友很大的讨论。然后更不用说，今天胡仁顺还丢了另外一个题目出来，恐怕今天很多花莲县的灾民要开始在算账了。什么账呢？这个之前花莲县告诉大家说，慰问金一户5万块，一户是5万块，县政府1万，再加捐款专户4万，加起来是5万块。结果呢？胡仁顺这边告诉大家说，他看了一下呢，县府抚慰金编的预算呢，这个应该今年平均要发放8万5，再加6万5啊，这个金额比这5万块加起来，这前面这2笔加起来是15万，应该是3倍呢。从5万要变15万呢。那为什么这样讲？这个胡仁顺的脸书写得很直接他告诉你说，受灾民众慰问金。这个花莲县政府的灾准金动支了2亿8千万，2亿8千万除以3325户的话，那每一户要发8万4210块。然后县府捐款专户
提拨2亿1857万做慰问金，平均下来每户是65735块，2笔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5万左右。那可是花莲县政府现在要发出去的，告诉大家是县府1万，再加捐款户4万，那这样2笔算下来的话，5万跟15万之间看起来落差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便当一直到这个慰问金的款项，恐怕对花莲县政府来讲，要解释的事情远不如此啦。OK。那接下来花莲呢？如果刚刚讲的话，因为大家最在乎灾后重建，说实话，你不管是公共建设或是灾民自己家，都需要用到钱。所有的这些，当然大家也都会紧盯着所有的钱相关的这些问题。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都好。那这里面好，包括你讲说叶爸，当然那某种程度不会是真的要去踹，但是他只是在讲说那个什么张俊怎么不带他进去，要冰斗啦，要什么？他是要凸显的一件事情是在讲说。圣货了，大家讲徐正伟县长不是北上来，然后接受捐助啦或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其实花莲一定还有很多一些，因为身为地方政府官，一定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那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好歹应该在乎的是花莲在这些捐赠这件事，不见得是要县长自己上来嘛。当然，也许他会想上来以后有媒体亮视，大家可以因此更关注花莲。也许我不知道，可是这些事情大家比较起来，总是会被大家拿来检讨啊。而且还可以躲过卓荣泰啊，对不对？好了，这个花莲的事情因为已经到了重建的阶段，那本来200亿变300亿嘛，钱给了，不管怎么样，这个钱给了还追加，因为本来是200嘛，现在抓300亿，后面就看花莲县政府啊，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还是要透过花莲县政府去执行，绝大多数，前面1个月。光复灾区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看得懂，他其实不需要我们去做任何解释，甚至他花莲的事情已经不大会受到蓝绿的立场。你想想看那么短的时间内，全国最起码是几十万人涌到光复去帮忙，几十万个人去看过光复之后，他亲身感受，再回到他各自的家里。这些人的口语传播的能力，谁挡得住？都不用多讲什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花莲县政府不管是傅昆萁委员或者是徐正威县长，做的让你觉得还不错，因为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是没有完美这件事情。灾难发生之后，你只能尽量去做。如果他们做的让你觉得还可以。党不要甘心，或者觉得虽然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但是他们很努力，就是你至少让他觉得很努力。我相信这几十万的人的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不会对他们夫妻不好。那现在有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傅昆萁一直在丢堰塞湖，从灾难发生。光是堰塞湖就讨论了1个礼拜，那个很像在谈台中的时候，就一直要讲边境管理，有用吗？像台中的事情，现在大概不会有社会恐慌。台中的事情其实我想陈时中他们做的还不错，所以社会的民心人心安定的非常快。所以他对卢秀燕的伤害有，但是不会大到那种程度。但是花莲国民党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不是在讲政治攻防，是当立法院今天都同意拿300亿，各朝野政党都同意300亿给你。花莲的事情，大家会看你300亿怎么花。你就像你编了一个9000多万的便当费。先不要讲是不是真的吃掉那么多，有没有浪费，这都不论，因为在抢救的时候，你也很难估算正确的便当数。可大家会看，你真的会花到9000万吗？还是到这4000多万为止？如果他后面没有应付账款，就是4000打住，我相信会对傅昆萁夫妇的印象会有一点改变。可是如果你后面最后的数字不是4000多，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义组团，那几十万人都知道有义组团，
国民党再怎么救傅昆萁，你怎么去堵住这几十万张嘴巴？每一个人都去过，这几十万人，所以啊，你再看政治有时候它翻转的非常快。OK， 赖清德大罢免是受伤的，可是回过来你看，这从9月到10月，国民党其实是有内伤的。不过这整个来看的话，当然政治就是不难，民心而已。但这2个字也是最难的一件事。你怎么样能够真的照老百姓民心最需求的一些的想法？现在看起来的话，在过程当中，整个花莲光复的这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一些的悲剧的那个过程。当然，到后来整个希望在未来重建的时候，那大家能够尽快帮所有的同胞踏上重建路。我昨天有讲，让大家几个感动的画面，其实在昨天看到那6部大怪手，然后那一起，然后举起所有的那向大自然致敬的那一块，我就讲不要再告诉我人定胜天的这些话，那是向大自然的致敬。那也庆幸堰塞湖没有后面再造成任何一些的灾害。那其实你要讲纪仁成，最起码你从他的一些表现来讲，他没有在这上面在救灾的过程摆太多政治味在里头。就拿这件事，如果讲便当，其实纪仁成如果要是他只要给你回一句说，我当然不会去管到很精准的，但怎么可能会有3万个？他如果回这句话就完了，那你就麻烦了。我凭良心讲，但是没有，他就跟你讲说，那最旺的时候。因为各地包括志工啦，各方面涌来，最旺的时候一天是有3万个。那但是详细的他也跟你说，他没有办法精算。当然，你需要一个总协调官去精算这个不可能。当然，花莲县府也有讲说他们没有党一组，什么都没有。那这些过程当中，好，那就让后面呈现出来的一些数字啊，跟所有的资料，大家来印证这些。可是这里头除了这些事以外，当然你会关心。对国内来讲的话，包括黄昌主席那个不管是狗仔们啊，或者是因为地检署在开庭的过程一定会传相关的一些人。如果要讲上口，因为你在那个媒体就是相关的这些摄影记者或者什么，他们以前待的那个媒体你也待过嘛，对不对 ？OK， 那是一传媒那些你也待过。这里头今天媒体上面讲的呢，黄昌到现在他不会直接回应你很多，可是。如果要是很明显，一定不是，他一定会回你。譬如说，今天媒体上报道说，他们大家是不是那些被传的那些狗仔们呢？是要把责任要推给一个什么林姓的摄影记者？我不知道，你应该多多少少这些人你都认得。那在这个里头，但是有一件事，周刊还写说，黄昌是不是跟张俊元有在2021左右有到香港？他就直接说，你如果中午以前不更正，我就告你。因为第一个他是黑名单嘛。第二个，那他自己就告诉你说，他从来没经过，因为出入境这件事情，除非告诉我，那有些要跑掉的人是做汤啊，他不可能嘛，所以他就跟你讲，他就直接大出来说，我要告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件事策略上面，就诉讼策略是一回事啦，然后大家被告的时候，把责任推给谁？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为什么要？如果照媒体讲，为什么要推给林姓摄影记者？是要跟黄国昌完全都不沾边吗？还是当然，黄国昌有可能本来就跟他们大家没有关系。可是如果照诉讼策略，媒体的报道意思是说，好像就是大家不要跟黄国昌沾上边。看起来感觉是这样，因为你集中把罪推给一个人，而那一个人可能是甚少跟立委互动的人。那这样就。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推了哈，某种程度上就可以。上公，请问一下，一般作业一个狗仔团，如果要去拍马一个人，是摄影记者决定，还是文字记者，还是哪一样的头决定？9成9是文字记者。为什么哈？因为就对，你们俩开始讲我们跟踪失败的那一次嘛。我们要跟某一位人，在听到消息某一天晚上。他会去哪个地方？好，我们是直接把题目报上去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地点，我们知道他去哪里嘛。那摄影组里面，他们会先去看地点因为他摄影的角度是摄影记者要决定哪边比较好拍，不是文字记者。
所以他们开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我们就联合开会，把那个地理图就摆在那边。好，哪边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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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哪边需要文字记者一起，哪边需要什么摩托车摆在哪边哪边，以防万一车子没跟上的时候，摩托车跟上去的时候要通知后面的车子进去。这基本上不太会是摄影记者主导。OK， 那如果说是以他们的狗仔，如果是摄影记者主导的话，那只有一件事。摄影记者闲没事就坐在车里，行政院想到跟谁他就去跟谁。真的就这样啊？真的、啊？就我说他们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他是无目的的乱跟嘛，那就停在行政院的后门嘛，然后就看看谁这是行政院的公务车跟就说跟我们无目的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摄影记者无聊就在后面跟嘛，就说你去那边跟啊，无目的的跟，有没有可能？它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无目的，有目的的，绝对是我提出来以后，一般跟拍他是要干什么？他是有目的的。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批狗仔里面有很多是无目的的乱跟，就跟了张景生被人家堵在巷子里嘛，跟龚明鑫结果被报案嘛，等等。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如果都推给摄影，基本上成立性并不大。成立性并不大。OK， 因为你一定还会有特殊要跟的人，特殊要跟的人不是摄影决定，一定是上面，或是文字主导者跟你说，我们现在要跟谁，要跟谁，这个可能性是最大。比如说，谁知道陈时中当天要在那边吃饭？特殊要跟的人不是摄影决定，一定是上面，或是文字主导者跟你说，我们现在要跟谁，要跟谁，这个可能性是最大。比如说，谁知道陈时中当天要在那边吃饭？林传媒的老板在里面请吃饭，谁知道他在那边吃饭？那谁叫他们摄影去那边跟的？就有目的的话，那谁叫他去跟的？2次嘛，2次吃饭嘛。目的是什么？谁去跟的？那如果说我不知道他吃饭，那你就是长期盯陈时中，那也是有人交代你要长期盯陈时中嘛。所以2个，其中一个会成立嘛。一个会成立嘛？依据周刊是某某人知道某某立委黄姓立委知道了他林传媒的老板在哪里请吃饭什么嘛然后才去跟嘛，这叫有目的嘛。有目的你怎么可以推给摄影记者？所以基本上这种案子如果集中都推给一个的时候，那可能如果那个是林姓摄影记者反噬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而且还记不记得，《镜周刊》有写了一个黄国昌工作小组，那个收队那个有没有？它上面不是有2个姓名被掩住那个重要的话，它不是告诉你一个就姓谢，一个就姓林吗？一个就姓谢，一个就姓林吗？而且还说那个林姓记者就是起诉里面那个林姓摄影师。那你说这一段如果全部都推，那林姓摄影师不爽，整个反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戏就比较好看一点。来，青网可不可以简单回应这一块？因为媒体今天讲到这一块的时候，说他们要推给林摄影师，可是中间还讲到说黄国昌有没有到香港去这一块？对，黄国昌是直接出来说中午以前如果不更正道歉，然后就要告或什么。可是有人就拿这个反讲，这件事可以告得这么快，叫人家道歉那些，中间大家讲了800件。
李丽娟啊，到底认不认识啊？有没有关系啊？跟凯斯啊什么？当你不回应的时候，有人就会把这个拿出来。好了，你说挑毛病也好，就是这个你就告。这上公也讲过嘛，你告了一个，那就表示其他的这些呢？我们看那个诉状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他没告的那一部分，你看吧，是不是？不是要看他告的那一部分。上公他们就会这样想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麻烦的地方啊。这是麻烦的地方，但是问题是这是一种我认为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使用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你知道新闻这个本来就有的消息来源呢是真的，有的消息来源不一定是真的。那只是说消息来源真的跟不是真的都需要你去查证嘛。对，查证完之后呢，这个你再看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是可以用的新闻。那只是在于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啦，就是说等于说这个黄国昌卯上这个周刊是很明显的事实啦。那在两边互相卯上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黄国昌很明显的状况是。这大部分的情况周刊讲的很具体，大家都没有回啦。但他回到现在为止，最具体明确2次说要告的，第一个是关于说，他这个有人找他爆料，但是呢，他还要跟人家爆料者收100万这件事情，是他喊说要告的嘛，这件事情嘛。那所以呢，而且是那一件事情的关系人黄国昌这一方，然后跟这个周刊那一方。同时还牵扯到那位吴姓的工程师，所以等于说这吴姓的工程师有没有在双方之间丢讯息的时候呢，故意塑造出什么样的这个资讯落差的状况，然后造成双方之间呢，重点已经不是摆在官司了，是摆在我在塑造媒体形象的时候打击你的公信力，因为连这种假的消息你都用，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大段时间里面，你去看黄国昌在之前多数的时间他都是不回的但他反而是这3周特别强调这3周。这种事情变多了，因为多了今天这一件也是黄国昌告诉你说我要告，为什么要告？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我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跟张晋元他们跟另外黄姓的顾问频繁的到香港去，然后怀疑说这有没有境外的问题？他说我明明早就是黑名单了，就中国根本不准我过去，我怎么可以入境香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针对这一件事情他要去告周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这2块都是黄国昌现在说要喊告的部分。但是这个消息来源的真伪，说实话，就是媒体那一端拿到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里面，至少有我们先挑我们自己可以肯定的部分，而黄国昌大概也不太会否认的部分第一个是这里面所提到的黄姓顾问是谁啦？那这里面所提到的黄姓顾问你看这一篇里面提到说，这个张晋元、黄国昌说张晋元跟这个黄姓顾问呢很好，然后说这3个人呢之前呢这个会在一起互动，然后这个黄姓的顾问呢看起来之前在市政府里面，那他黄姓顾问是谁？其实和那个看起来不难猜啦。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先看黄姓顾问是谁然后再看黄国昌，他大概很难否认是哪个部分。第一个黄姓的顾问这个小平应该就知道是谁。所以呢，从这里面跟柯文哲有关系，帮柯文哲打过选战的这上面以上4位里面哪一位姓黄？这是什么选择题啊？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吧？黄建新嘛，他之前就是帮柯文哲打选战嘛，然后后来呢，等于柯文哲在后来柯文哲2018年连任之后呢，黄建新呢这个去担任这个在台北市政府里面担任顾问，然后担任悠游卡公司的顾问。那在他担任悠游卡公司顾问的时候，当时外界质疑说，你们台北市政府柯文哲的这个团队里面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张晋元的这个张家军的存在那是张晋元张家军讲，就是跟他过去在永丰集团工作过有关系的那一票人，其中徒弟一群徒弟，其中就是包括黄建新的部分嘛。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们2个之间看起来有关系。那只有这样的关系而已吗？不止，我告诉大家，这2个人感情好得很，张晋元跟黄建新2个交情好得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报道里面提到说，这个张晋元因为张晋元代表是黄国昌的身份，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跟黄建新有没有在2021、2022的时候2个常常到香港去？黄国昌说他没有去，不等同于黄建新跟这个张晋元2个有没有到香港去这件事没有画上等号那为什么我说张晋元跟黄建新很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人间福报》写的新闻这个是一篇《人间福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跟政治涉入的很少都写爱心新闻的。《人间福报》里面在叙述说你看中间戴墨镜的是黄建新叙述说注意看内容寒冷的黑暗中看见希望之光。20几年前与他相识于英国校园酒吧的好友，如今是永丰金控策略长的张晋元说，当年研究亚洲政治的Jason黄建新很热血、很欢乐，是个天真的冒险家
从这一段叙述里面，他们两个之间的朋友关系，而且认识多年，这件事应该就不用怀疑了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媒体的这个爆料的部分，虽然有一段黄国昌他看起来是要告的，但是对于另外一段，那有没有黄建新，然后跟张晋元这2位，他们到香港去，而且这个去的次数还不在少数，恐怕这件事来讲啊，就后面有没有其他的料，恐怕也很难说了。来，庄家。那其实，当我们大家关心很多时候，全球会关心川习会，川习会已经落幕了，然后中间没有提到台湾。川普自己觉得他很棒，他自己评如果10分，他是12分，然后他讲说重大决议，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也不知道重大协议在什么样一些地方，可是大家反而关注在川普拍习近平的背，然后讲悄悄话，在讲什么？基本上，首先是说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习近平长高了，这个是大家在网络上真的非常难以理解，因为呢，过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拍照要好看嘛，对啊，要差不多，所以下面有个小台子。可是昨天看那个 long 的影片，没有啊，那为什么？到底怎么做到了？川普会变矮吗？习近平长高了，这变成是这一次川习会里面一直在谈的很多问题。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呢，刚开始在台湾这是禁忌啊，在见面的时候拍人家背，在台湾恐怕是不行的。你记不记得有一年谢长廷？对，然后是马英九拍了他，对，然后他还后来结束，还要再过去拍一下他的背，就谢长廷要去拍一下马英九的背，因为这个拍背是不行的，对嘛？然后川普呢，先前的时候他是很伟大的人，他是很厉害的对手，然后拍背，然后后面走的时候呢，又跟他悄悄话。讲了很多，大家又看到习近平没有表情，所以到底你们讲了什么？川普到底跟他讲了什么？所以到底这场会议里面是怎么样？可是呢，川普呢，到最后想说你们谈了100分钟，谈了什么呢？就土豆梨嘛，是的，稀土嘛，对不对？大豆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毒品嘛，芬太尼嘛，土豆梨。可是事实上，整个过程中，川普其实在展现了一个他在主导。APEC 这样一个领袖峰会，今天才是领袖峰会。川普不跟你们站在一起，他回家参加万圣节，对，他提前1天走，所以今天那边排站，那所以川普那边是你们没有办法去问每个人谁占C位做关系。那第二个呢，其实在状况就是可能习近平也跟他想谈很多，可是你会看到，其实里面川普为什么讲说他谈了很多？第一个，大豆那件事情不是现在谈的，那个是6年前我跟你谈好的，你6年来看我落选了，你就不执行，现在让你执行。然后那个芬太尼减10%，叫做以观后效，所以川普是说他在掌握整个议题，包含是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叫釜山机场，釜山机场不是国际机场而已哦，它是军民共管，而且军管理者所有者是韩国没错，管理者是韩国政府加美国空军，所以连地点上川普都占了你主场的一个优势。然后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台湾来讲，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川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要出发之前，从美国出发之前，他讲了一件事情：台湾很近，但是我不想去，我也许去北韩。他其实开始把议题里面，台湾是他自己不跟你中国在谈的。然后呢，从韩国出发之前，直接讲了一件事情：台湾就是台湾。那台湾就是台湾之后，其实他是压制，因为从尼克森到现在60年来，美中领袖见面的时候，中国一定是吃一个豆腐，中国主导是美国要承认。1个中国原则，3个公报，然后呢，回去之后，白宫的新闻稿跟新华社还有外交部的新闻稿不一样，就川普呢更将他一军，在飞机上就直接讲没有谈到，没有讨论，所以看到昨天的新华社的官方稿都没有台湾。美国要承认1个中国原则，3个公报，然后呢，回去之后，白宫的新闻稿跟新华社还有外交部的新闻稿不一样，就川普呢更将他一军，在飞机上就直接讲没有谈到，没有讨论，所以看到昨天的新华社的官方稿都没有台湾。其实川普是在改变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和中国就是我们谈。不要再把台湾，不要每次一定要讲3公报，对，不要再把台湾拿进来。所以其实川普说他的112分是说他掌握了跟中国的绝对主导性，但是他中国当然回去讲说，当然中国也要他内部的民族主义嘛。所以现在可是大家还是很关心的，这个是摄影技巧，
还是有人体增高术，或者要问问普丁，你怎么突然会有？是不是生化技术很好，突然长高了？但好，那你看到川习会以后，来金政委。国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时候讲说，如果有机会，当然你说如果他跟习近平见面啊，当然 OK。黄国昌也说他也不排斥，我不知道他不排斥跟习近平见面，也不知道习近平排不排斥，反正就是他不排斥这些。可是你说国内大家要跟习近平见面这些，在国内的风潮，这整个政治氛围会变成怎么样？还有普丁是不是独裁的？希特勒也是民选的，希特勒杀了几千万人，他也是民选的。普丁这个在郑丽文主席的心目中是一个经过民主政治所选出来的领袖。他当了好像20几年吧。所以他不是独裁，而且他好几次选举就只有一个候选人。这也算民主嘛？你就看你怎么去定义民主了。但是我不晓得他这样的一个解读啦，说普丁是个民主，他不是独裁，他不是独裁。我记得那个主持人有吓到，就问了2次还是3次，主持人你不独裁啊？好像看起来是给他机会了。后来郑丽文就是坚持我认为普丁就不是独裁，因为普丁是独裁，那习近平呢？那更独裁。我是觉得可能郑丽文过去也是从白色恐怖经过的嘛，学运的嘛。对，脑里面也有一个警备总部，在审查自己要怎么讲话。他进大学那一年就是野百合，然后那时候贺德芬、叶启正就把台大法学院每一天带到中正纪念广场去上课，所以这个才会让人家错愕。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凡是中国不喜欢听的话，郑丽文都不敢讲。我不晓得是你觉得是因为这样吗？要不然普丁是不是独裁者？你看那个当了几十年的总统那其中他中间还有总理总统对，换来换去了但后来他干脆修宪，因为总统任期到了就去选就当总理，总理完以后再然后那个什么就什么姐夫就当总统制，他当总理制。如果这样子的话，在国民党的主席心目中不是个独裁者，那这样子的一个主席来领导国民党，难怪国民党里面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我记得，上次是谁？林涛。林涛在这里，那时候他已经告诉我预知了他已经预知那个郑丽文一定会当选，所以在节目中就已经警告郑丽文你可不要乱讲话他没有讲这么白啦，意思就是这样了你的那个他说不要背离这个朱立伦的主张，那不是他说有日合州那个大概念，他是说你不要小心，不要令不出党中央。对，其实赵大康也这么讲，你不要你会令不出党中央。连柯志恩我记得好像意思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的两岸的我是中国人的那句话，你要跟直辖市长，你要跟立委大家商量。那可见国民党全党几乎共识这朱立伦的那个郑丽文的讲话会很可怕但是我跟你讲那朱姓你不要看郑丽文，不要看不起他，这种位置谁顾的位置坐久了就像了啦，他就会像一个主席了啦。第一个。郑丽文立刻去拜访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其实他已经，我的解读是他已经知道他这个主席要怎么做了，他知道他现在的权力来源就是在国会，他如果可以掌控国会，那么他就像一个党主席。那现在他跟国会党团有没有共识？有了。第一个他讲到明年的总预算嘛，所以郑丽文一定会主导去砍国防预算。为什么？因为他做的就是中国喜欢看到的。那中国如果对于台湾的预算里面，他现在最担心的当然是台湾的国防预算。那郑丽文如果砍掉了国防预算，第一个他就是一个强势党主席。我的解读是他已经知道他这个主席要怎么做了，他知道他现在的权力来源就是在国会，他如果可以掌控国会，那么他就像一个党主席。那现在他跟国会党团有没有共识？有了。第一个他讲到明年的总预算嘛，所以郑丽文一定会主导去砍国防预算。为什么？因为他做的就是中国喜欢看到的。
那中国如果对于台湾的预算里面，他现在最担心的当然是台湾的国防预算。那郑丽文如果砍掉了国防预算，第一个他就是一个强势党主席，而且他在两岸之间讲话就有分量。OK， 北京看他就会不一样。政治很现实。美国看他也不一样。对，美国也怕被砍这个国防预算。美国开始也会重视，也这个美国要必须重视他。这个很重要的大概念。第二个，不要小看曾丽文，他这个党主席任期，他可以提名10几席不分区立委，对不对？让他权利嘛。比如说他为了促进蓝白合，国民党不分区立委首席提名钟小平，那随便他提啊。这他去蓝白和第一位应该提黄国昌，你听不出来，他就是他是要讲你，是要干掉我的表示蓝白很没有问题的。对呀，对，你是白银眼中眼中的好朋友，这么重要的好朋友，好朋友。那个民众党不喜欢你哦，对不起，我不知道。好，来，小明，我从这个我们未来的台南市长的那个逻辑开始演绎哈。我们就讲一个单独一个就是那个预算呢，就是军购的预算，军购的预算哈。我们尊重郑丽文主席的两岸的信念哈，那他现在的很重要的寻找一个伙伴，我相信 CK 会给他建议，但他也比较合中，就是大家讲就是你党团是第一重要，党团比党主席还大，对不对？党团是实质的嘛哈。然后接下来的目标，那是不是党确定了，就是他要做的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国防预算，够美的国防预算。OK， 那现在郑丽文觉得说，看美国人不甩我，你砍国防预算，你跟 AIT 的主席要不要跟他聊一聊？第一个，第二个，砍国防预算，然后表现出第一个基本符合过半的民意，国民党支持者，这个就跨到红统了，跨到中华民国派、维持现状派，也很多人认为国防预算逐步调，现在3年级搞到。那个的 GDP 的5实在太高了啊！这是一个大的概念了哈。那再拉回来哈，它现在的最重要的是国防预算是一个试金石，而且最大巩固领导的威信，而且傅昆萁跟他都比较合中，这是比较可能会成功的。我相信傅昆萁不会太反对，所以这个定下来就好像那个轮船定锚就成功了。然后加上第二个就是什么？现在川普红利。因为川普对台湾很坏，所以大家就是以前对美国总统有史以来最讨厌的，大概就是川普，拜登好一些，我说老 K 的支持者，所以他这个现在的情况啊，不要特别讲统的东西，其实是情况不坏的哦，所以这2个议题，我相信 CK 杨这些给他这些吴子嘉这些幕僚哈，会给他一些想法等等哈，我认为他现在首要目标就是砍美国的军购。小平，普丁是不是独裁者？普丁啊，从行事作风是，但产生的方式，他跟习近平是寡头的，然后民主政治也是选出来的，但不是普选，好不好？这样讲，普丁不是普选，好不好？再怎么讲，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应该是明天。11月1号正式上任。那上任以后，那对国内整个包括在蓝绿白之间，那会怎么样？国民党两岸政策未来又会怎么样？都关系到国内所有未来政治的走向。当然，对于国人来讲的话，这几天密切观察着，包括非洲猪瘟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